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大貓成功學堂，我係大貓大師。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講一個故事。咁就有位朋友咧叫陳大文。陳大文咧近來嘅工作咧非常之唔如意，佢喺同同事相處嘅關係上邊咧好多摩擦。老闆亦都對佢嘅工作表現咧開始有啲不滿。所以佢嘅心情非常之低落。有一日咧，佢行街嘅時候咧，撞到個小學同學 A， 佢將個情況話俾咗佢朋友聽啦。A 君咧就即刻同佢講：我介紹一個老師俾你認識啊，佢可以分析好多道理俾你聽，你可以用佢嗰啲原則啊道理咧，下次同你啲同事去相處嘅時候咧運用出嚟噶，好有效果噶。陳大文聽咗之後咧，就開始個心情就平復好多。OK， 會有個辦法。好啦。再向前行咗幾個街口之後咧，又撞到一位中學同學啦。佢又將自己嘅際遇咧就同同學 B 君講啦。B 聽完之後咧就馬上同佢講啦：我介紹你去認識一位導師啊，係教個人潛能訓練嘅，所以佢會教你好多嘅人際關係相處嘅技術嘅。你用咗佢嘅時候咧，你喺工作上面應該得心應手啦。好啊，陳大文聽咗之後，個心情都覺得幾開心。佢再向前行嘅時候咧，行下咧，又撞到一個大學同學阿 C 君啦。呢個時候佢梗係將佢個古仔咧就同呢個同學講啦。呢個同學同佢講：冇問題，我介紹你認識一位大師。大師咧會幫助你咧拆解你心靈嘅煩惱，同埋咧會啟發你好多內心嘅能量。你以後咧做事咧做人咧就會有好大嘅進步。陳大文聽完之後咧，究竟應該去揾邊一位咧？揾老師咧就可以幫助你提升分析力、處事能力。去揾一個導師咧，就可能真係幫到佢啟發潛能啦，創造不可能。如果去見大師嘅時候咧，就可以幫助自己洗滌心靈，創造內在和平。大家可能喺度諗緊，究竟邊一個最適合？但係重點，我想同大家講嘅就係，究竟陳大文而家喺個人成長上邊屬於乜嘢級別？相信好多朋友聽過我哋大貓成功學堂之後都明白，我哋人生如果遇到一啲困難嘅時間，我哋係需要揾一個人咧幫助我哋、指導我哋嘅。但係原來要揾到一個適合嘅人選咧，第一件事我哋需要睇下自己究竟成長到邊一個級別。我舉一個例俾大家聽。如果你見到一個幼稚園老師、中學教師或者大學教授，你會將個仔女交俾邊一個教呢？個答案咪就係睇你嘅小朋友而家究竟係乜嘢年紀咯。如果只係2-3歲嘅小朋友，咁你一定係會揾個幼稚園教師，你唔會揾大學教授。點解啊？因為佢而家呢個程度根本聽唔明大學教授講嘅嘢，係嘛？幼稚園老師反而可以幫助佢循循善誘，教對佢學習一啲小知識咯。如果呢個小朋友喺13-14歲，好自然當然你就需要一個中學老師啦。大學教授對佢嚟講嘅理論都可能太高深啦。如果你個小朋友已經18-19歲嘅時候，咁你絕對唔會揾個幼稚園老師去幫佢嘛。所以我今日同大家講嘅陳大文個案，我哋就要知道究竟而家成長已經係喺邊一個 level 上邊咯。呢個係一個好生活嘅問題嚟嘅。成長呢樣嘢同年齡咧唔係一定有直接關係嘅。我哋見過好多朋友咧，佢已經好大個啦，30-40歲，但係佢嘅處事能力真係似一個大細路咯。所以成長級別係絕對影響一個人嘅人生。但係生活上邊咧，大家從來冇為自己定一定個級別嘅。讀書翻學校，我哋有一個最基本嘅原則就係睇佢嘅年紀咯，而將佢分配喺唔同嘅學校程度裏邊啊嘛。但喺個人成長上邊咧，似乎我哋冇一套方法咧去分辨自己究竟屬於咩級數啊。但點解要分辨個人成長係咁重要呢？以前我哋接受過一個大師嘅訓練，佢曾經提過一樣嘢，就係你嘅收入、你嘅成就呢係跟你嘅個人成長成正比嘅。當你努力工作嘅時候，你一定揾到一個穩健嘅收入。如果你能夠努力去成長嘅話，你就會發達致富啊。咁即係話，如果我哋想要多啲成就、多啲金錢、多啲財富嘅話，我哋第一件事要做嘅就係令到我哋喺個人成長上邊呢有一個好快速嘅提升。好多朋友對成長呢兩個字咧，都感覺到好抽象、好混淆，甚至乎都唔知係講緊乜嘢。以前我哋都會俾人哋話過一樣嘢咧，你真係唔成長啊！但係其實喺我哋嘅內心諗緊係咩咧？我唔知你講緊我啲咩喎，我正話咁反應嘅時候有咩問題咧？因為大家都唔知道究竟係點樣量度一個人嘅成長。我哋喺市場上邊咧，真係冇見過邊一本書啊，邊一個教學裏邊咧，話俾大家聽點樣去分辨成長嘅級別。我哋冇一啲儀器啊，亦都冇一啲評估咧，可以幫我哋計出我哋而家究竟嘅成長係喺咩級別上邊。所以大家咧喺呢個問題上係困擾嘅。今日咧，我喺呢個時間裏邊咧，去幫助大家理解呢件事。嗱，首先咧，我想大家去清楚一樣嘢，其實我哋成日講緊成長係啲咩嚟咧？就係我哋對事情嘅反應。當事情出現好困難嘅時候，我哋嘅第一反應
其實就可以分成好多個級別嘅。我哋就用呢啲級別咧，就話俾大家聽，你而家個成長速度係點樣啦？嗱，咁而家我哋睇一睇圖表，我就會將佢分成咗7個級別。第一個咧，我哋就叫做幼稚園級別；第二個咧，我哋就叫做小學級別；第三個咧就中學級別；第四個咧就係大學級別啦；第五咧就係工作經驗級別；第六個咧就係管理階層級別；第七個咧就係行政人員級別啦。而家我就詳細啲講解，成長就係你對事情發生嘅時候第一反應咯。你個反應係屬於幼稚園級別嘅，即係咩意思咧？幼稚園嘅學生當佢有事情出現嘅時候，佢通常嘅反應係點樣噶？會哭哭啼啼啦，尖叫啦，跟住會翻去揾阿媽啦，揾屋企人啦，係嘛？就係呢一種反應。第二種反應咧，小學級別，小學生遇到問題佢通常係點樣噶？佢哋就會講唔關我事啊，唔係我啊，係佢啊，呢件事係佢做出嚟嘅，呢件事係佢引起嘅。小學生好中意嘅就係將問題推卸俾另外一個人啊嘛，唔關自己事。好啦，如果第三個 level 嘅反應係點樣嘅？呢個中學級別，中學生通常大家諗下，佢哋通常係點樣嘅？事情發生嘅時候愛理不理，唔會回答你，係啊，仲有一種咧不肖嘅態度，或者係嗰啲咩會講潛水啦，好多日都唔回應你。嗱，呢啲就係中學生嘅反應，係嘛？大學生嘅反應係點樣嘅？大學生咧好中意爭辯，好中意講理由，好中意反擊你，呢個就係大學生嘅一般反應咯。咁好啦，工作經驗級別，打過工嘅做過工作嘅人都知道啦。經過幾年之後嘅人生經歷之後咧，開始收斂。好多事情發生嘅時候咧，馬上就自己認咗先。係可能係我唔啱，或者係去接受咧，係承認咧，去自己改進。所以咧，呢個就係屬於工作經驗嘅人嘅反應嚟嘅。咁又去到管理階層嘅人嘅反應係點樣嘅？佢哋知道咧，佢有禮貌嘅回應人哋，有責任咁去承認件事，同埋擔當起點樣去解決件事。係嘛？呢種就係管理階層嘅經驗咯。咁喺度行政級別嘅人嘅反應係點樣嘅？除咗會做管理階層嘅反應之外，佢仲要做一樣嘢，就係咩咧？馬上去展開一個補救嘅工作，同埋咧感謝對方，幫助自己以後做得更好。大家睇到我正話解釋嘅時候，你已經知道每個級別嘅分別啦。咁而家咧，我就舉一個實例俾大家聽咧。一個銷售人員咧，成日賣啲健康保健品嘅，咁咧佢有個客咧，成日都賣產品。有一日咧，但係收到呢個客戶打電話嚟，就好勞氣鬧佢：你做咩唔通知我啊？隻產品加咗價，你唔話俾我聽。哎，你搞到我而家咧失晒預算。如果係我早啲入翻啲貨啊嘛。咁啊一輪嘴鬧完之後，呢一個銷售人員嘅反應，如果第一個有屬於幼稚園級別嘅反應，佢會係點噶？佢就會含住眼淚咯，好唔開心啦，即刻冚咗電話去咯，好委屈啦，匿埋自己喊啦，或者去揾人頭哭訴咯。嗱，呢個咪就係幼稚園嘅反應咯。好啦，如果佢係一個小學生嘅反應，佢會點啊？佢即刻會同個客講：喂，你冇搞錯啊，唔關我事喎。其實我有想揾你喎，不過唔知點解收尾我唔記得咗啊嘛。嗱，小學生就係推卸責任啊嘛。到第三個中學級別嘅反應係點樣噶？個客喺度鬧緊嘅時候，佢仲喺度聳聳肩。咁你自己都有部分責任噶嘛？我咁多客，我未必顧到你噶喎。我有揾你噶，不過好多時你又冇聽我電話，咁我唔敢揾你啦。我驚你又覺得我煩你添，咁我點敢成日揾你啊？呢啲咪似一個中學生啊？佢哋用一個好似愛理不理啦，甚至乎咧好似有一種嬉皮笑臉嘅方式咧去回應人哋噶。好啦，如果去到大學生，佢嘅反應係點樣啊？喺呢件事上邊，佢就可能會同個客講啦：嗱，先生啊，你打電話嚟咧，我想你搞清楚一件事。嗱，事情咧一定係大家都有責任嘅。嗱，我講個道理俾你聽，呢啲咁嘅通知客戶嘅嘢咧，係公司一路通知你嘅，或者你企喺嗰個 WiFi 位咧收唔到我哋嘅短信，所以呢件事出現咗咧，我哋都冇辦法幫到你嘅。佢會揾好多理由，揾好多原則咧，希望咧就會令到個客戶服咧知難而退。嗱，呢個就係大學級別嘅人做嘅嘢。好啦，咁如果有一個有工作經驗嘅人咧，佢發生呢件事嘅時候，第一件事會做咩？起碼佢第一件事就會覺得呢位朋友真係唔好意思啊！如果真係發生咁嘅情況咧，應該係我做得唔好啊！我打電話嘅時候咧未接到，但我又冇再跟進咧，其實係我個問題嚟，係我個問題嚟。嗱，呢種屬於工作經驗嘅人嘅反應嚟咯。起碼第一件事佢唔會令到個客咧再火上加油，佢希望咧可以用一種咁嘅懷柔政策咧，令到個客咧可以慢慢咧消除咗個怒氣，去處理咗呢件事情去。如果去到管理階層級別，佢會點樣反應啊？佢第一件事一定同個客戶道歉啦。唔好意思啊，呢位客戶，我哋真係做漏咗一樣嘢。我睇咧係我嘅工作上邊呢一個疏忽嚟嘅，搞到今日咧你冇準備。其實成件事我真係好抱歉啊。係啦，而家即刻馬上睇睇有冇辦法可以幫一幫你。我俾少少時間我去處理呢樣嘢。你等我電話，我會覆翻你嘅。好客氣咁，令到對方咧可以暫時冷靜一下，然後再自己再想辦法，睇下點樣可以補救呢件事。
咁啊，如果去到行政級別嘅人，朋友會點做呢？佢第一件事，如果收到個咁嘅電話嘅時候，佢即刻可能會同佢客講呢件事呢，我絕對相信係我自己一個錯漏。今日好多謝你呢個電話嚟，其實你係真係一個好有禮貌嘅人。因為如果係我呢，我可能會好勞氣嘅，因為點可能發生啲咁嘅事？你而家鬧我呢係好啱嘅，我所以一定要多謝你，因為以後我做嘢先唔會再咁粗心大意。而家呢，我想問下你，我可以做啲咩事情呢？再補救一下，你又覺得比較合理嘅意思呢？我先詢問咗你一啲意見先，因為你嘅意見呢係中肯呢，同埋真係有見地嘅。你可唔可以講下俾我聽？聽咗我哋咁多唔同嘅反應之後呢，大家如果係一個客戶嘅話，你會覺得邊一種反應你會接受多啲呢？好多朋友呢，第一次聽呢個指標嘅時候都好驚訝，原來可以有咁多層次嘅唔同嘅反應嘅。佢哋過去咁多年嚟咧，用自己嘅反應，覺得呢啲就係我嘅性格咯，呢啲就係我個性咯，所以佢完全唔覺得自己係一個問題嚟嘅，係覺得人哋為難佢咧，覺得人哋特登啲問題去壓迫佢咧，完全冇考慮過咧，其實佢反應咧，先會令到件事咧更加惡劣。究竟你而家係喺邊一個 level 裏邊呢？大家可以從呢個表格裏邊睇到自己而家目前係處於喺個咩級別上邊咯。假設你屬於中學生 level 嘅話，你就開始明白點解有時喺工作上邊咧，你永遠都遇到咁多困難，或者喺工作上邊總係唔能夠令到客戶啊、老闆啊、同事滿意。所以原來咧，我哋第一件事要知道嘅就係我哋自己屬於乜嘢級別，跟住咧，我哋就開始去揾方法咧，令到自己能夠跳上另外一個級別上邊。當你一路進步嘅時候，你嘅成就、你嘅財富就會跟住一路成長噶啦。因為你開始改變，你變得更加成熟、更加好嘅時候，身邊所有嘅人同你相處咧，就係更加容易、更加開心。所以好多嘅運氣啊，或者際遇咧，其實咪就係睇自己嘅成長反應咯。你嘅成長反應越好嘅話，你嘅際遇越好，你嘅人生就越暢順。呢樣嘢咧就係人生一個課題嚟嘅，每人都係跟住呢樣嘢邁向嘅。但係問題就係，你究竟用咗幾長時間先可以晉升到一級咧？甚至乎話幾耐時間你先可以上到去第7級咧？所以我上一次同大家講過咧，嚟緊咧將會有一個頻道咧，同大家一齊分享下我哋究竟點樣去待人處世呢樣嘢。當你嘅做人處世技巧越嚟越好嘅時候，即係代表咗你咩？當事情發生嘅時候，你嘅反應能力就提升，成長速度就會開始改變。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就到呢度啦。咁下一集咧，我哋會再同大家講另外一個題目咯。咁再見啦，拜拜。咁最後提大家啦，記住按讚啦、按訂閱同埋按鐘仔。咁下一次嘅大貓成功學堂再見啦，祝大家生活愉快，拜拜。